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周一为应邀来访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当晚，在与阮富仲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习近平向阮富仲一一介绍新晋政治局常委。作为20大后首位访华的外国领导人，这次阮富仲访华，中越达成了哪些重要共识，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来看报道。10月31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并举行隆重颁授仪式。习近平在颁授仪式上指出，阮富仲总书记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同志和真诚朋友。在阮富仲总书记高度重视和亲自推动下，中越两党两国传统友谊得到巩固，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交流互鉴日益密切。友谊勋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阮富仲总书记和越南人民的友好感情，象征着中越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蕴含着两党和两国人民共同追求美好未来的殷切希望。习近平表示，在两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愿同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一道，传承好毛泽东、胡志明等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传统友谊，共同引领中越关系取得更大发展。阮富仲致答词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授予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一崇高荣誉体现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越南党、政府和人民以及包括我在内的越南历届领导人的深情厚谊，也是对越南长期致力于越中友好的巨大鼓舞。祝越中友好万古长青，祝同志加兄弟的越中关系世世代代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友谊勋章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2018年6月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首枚友谊勋章。2018年以来，已经先后有9位外国领导人、外国友人获颁友谊勋章，阮富仲是第10位受勋者。当晚，在习近平为阮富仲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习近平向阮富仲一一介绍新晋政治局常委的同志。阮富仲对政治局常委们致以衷心祝贺，表示越共中央愿同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携手努力，推动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取得新成果，迈向新高度。当天早些时候，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阮富仲举行会谈。习近平向阮富仲介绍了中共20大的主要情况。习近平表示，新时代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走得稳、走得好。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当前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立足本国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成功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日益焕发出蓬勃生机。同时，人类进步事业发展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风险挑战。中越两党要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绝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让任何势力动摇我们发展的制度根基。深圳卫视记者查阅公开报道发现，2015年11月6号，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时也提到，在坚持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该坚定信心，相互支持，携手前进，绝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让任何势力动摇我们发展的制度保障。
实际上是释放出一个意思：中国和越南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发展道路上，我们是有自己的权利的。中国和越南选择的发展模式是经过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外界对这样的发展模式说三道四，甚至横加干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11月1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钓鱼台芳华苑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当天，两国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共13点。其中第6点指出，防务合作是两国关系的支柱之一，双方将继续加强两军高层交往，开展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防务安全磋商、海军北部湾联合巡逻、国防部热线等交流合作，深化边防合作，推动两国边防部队开展陆地边界联合巡逻。第9点则指出，双方就海上问题深入坦诚交换意见，认为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一致同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为地区长治久安作出贡献。阮富仲的中国行备受关注。越通社指出，党际交流被视为中越关系的压舱石，对中越关系有着领航作用。疫情发生以来，中越两党两国关系不降反升，不仅在抗疫等方面合作良好，两国贸易更是逆势增长，去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300亿美元。有东南亚媒体指出，78岁的阮富仲近年来鲜少外访，此次访华也是他再度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的首次出访，更加显现越共对中共和中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周一在双边会談中，阮富仲也特別談到和中方的訪問約定。Tôi cũng đã làm đúng theo lời hứa với đồng chí Tập Cận Bình là nếu điều kiện cho phép thì tôi sẽ thăm Trung Quốc là nước đầu tiên.Sau khi tôi được bầu lại làm Tổng Bí thư của Đảng Cộng sản Việt Nam từ tháng Giêng năm 2021, có đúng không ạ?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就阮富仲访华发表多篇文章，分析说，阮富仲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既是中共与越共两党特殊关系的突出体现，也是中越两国关系稳步发展的积极信号。中国和越南加强两党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寻求有效途径维护各自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样重要的是，越南希望学习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经验，吸收更多中国投资和技术，以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本周中国主场外交密集上演，继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哈桑、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将先后访华。1号，夏巴兹抵达中国，正式开启访华之旅。此访是夏巴兹就任巴基斯坦总理后首次访华。启程之前，夏巴兹在首都伊斯兰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本次受邀访华体现了巴中两国友谊的深度，期待此次访问能进一步推动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和交流。I feel really honored and deeply touched. It's very hard for me to know that I am one of the first leaders from international world visiting my very, very brotherly and friendly country, China. I hope will result into further cementing our relations, further enhancing our business, our trade, our strategic relations with China. 观察指出，阮富仲与夏巴兹此次访华着重加强与中国的战略沟通和政治互信，而即将在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哈桑访华的主要课题则是进一步增强坦中关系和治国理念交流。坦桑尼亚是东部非洲重要国家，中坦两国在治国理政交流方面始终走在前列，堪称全天候朋友。哈桑是坦桑尼亚历史上首位女总统，也是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德国总理舒尔茨将于4号展开访华行程，外媒为舒尔茨此访梳理了多个首次和第一，这是他任内首次对华正式访问。他是中共20大闭幕后首位访华的西方大国领导人，也是3年来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两国领导人将就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深入交流，进一步巩固中德政治互信，深化中德合作，这符合双方利益。相信此访将为新时期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和平、稳定、增长做出贡献。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且呢，德国和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此外呢，在当前这个西方一些人呢，要想和中国脱钩的这种喧嚣声中呢，德国是比较冷静的。德国依然是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呢，德国总理来访华是对那些所谓与这个中国经济脱钩论的一个有力的回击。同时呢，也可以促进中国和德国的双边关系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和欧洲关系。分析指出，中共20大闭幕后，外国领导人外交来访热潮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共20大普遍关注，期待和中国加强沟通交流的意愿强烈，将为未来国际合作挖掘更加广阔的空间。20大总结了中国发展的这个道路它的规律，以及规划了未来的发展的前景。这个对外界来讲都是十分提振信心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经过实践的检验也是相当的有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这个最有力的这个推动者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呢，很多外国政要呢，在这个时候访华呢，实际上是想要加强和中国的合作搭上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列车，获得共赢的一种效果。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方位推进。近期除了多国政要密集访华外，11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21次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本次会议。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访新加坡，与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共同主持两国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联合协调理事会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号在京以视频方式主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1次会议。李克强表示，今年9月举行的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就推进上合组织发展达成新的共识。习近平主席倡导携手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美丽的美好家园。中方愿同各方深化政治互信、互利合作和友好交流，大力弘扬上海精神，造福各国人民。李克强就推进上合组织合作提出5点建议：一是深化执法安全合作，维护安全稳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二是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复苏；三是加强互联互通，实现区域融合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四是提升粮食和能源供应保障水平，助力可持续发展；五是密切人文交流，增进民心民意相通。李克强在介绍中国经济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一度面临超预期下行压力，我们及时果断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着力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稳物价。经过努力，中国经济呈现回稳向上的态势。我们将继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举措全面落地，充分显效，有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更好结果。李克强表示，前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表明，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方携手共促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中方愿继续深化同上合组织各方的合作。与会各方积极评价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成果，表示愿完善合作机制，挖掘合作潜力，共同应对粮食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等挑战，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是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政府首脑间的定期性会晤机制，2001年成立，也是上合的非常设机构。
职能是贯彻和落实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的精神和决议，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前景与优先方向，解决在宪章确定的现实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发展合作的原则问题。总理层级的沟通会为落实此前达成的共识产生更多的动能，所以我们关注这一次例行的这种机制化的会议，会看到的是在萨马尔罕会议之后，在新的动力注入之后，如何使各方之间达成的重要的共识，尤其是在应对当今世界一些复杂挑战方面所形成的重要的原则性的共识，能够成为具体的行动。1号，应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邀请，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抵达新加坡，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并同王瑞杰副总理共同主持召开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第18次会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23次会议、中新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14次会议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6次会议。除了同王瑞杰副总理共同主持机制会议外，韩正副总理还将会见新加坡总统哈利玛、总理李显龙、副总理黄循财和国务资政张志贤等，同新老朋友畅叙友情，共商中新合作大计。外界注意到，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是时隔3年恢复线下举办。有记者在10月31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及，这对两国关系有什么重要意义？赵立坚表示，中新两国互为高质量合作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新加坡积极参与构建中国新发展格局，双方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等新领域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展现出前瞻性、战略性和示范性。中新双边合作机制多年来为统筹推进两国各领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机制会议时隔3年再次线下举行，将为双方提供面对面交流的重要契机，有助于中新两国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提升高质量合作，助力两国和地区繁荣发展。首先呢，通过这一层级的沟通，中新之间将为下一步的发展来具体进行一些设计。那么同样涉及到政府间的一些项目，那在落实的过程当中，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包括近些年中新在合作当中的一些新的提议，开发中新合作的一些新的潜力，尤其是在当前形势出现一些变化，中国的周边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中新这一次的沟通将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多的正能量。那同时也会看到的是，双方之间的合作将为中国和周边地区国家关系的发展，我们的周边外交的推展产生更多的示范作用。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继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后，巴基斯坦总理今天抵京，坦桑尼亚、德国领导人本周也将到访。那么，北京密集外交周释放何种信号呢？主持人好，今年世界格局呢变化很大，美欧呢剧烈震荡，唯有中国政治和经济均衡稳定，在全球呢显得格外亮眼。中共20大提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向要把开放的大门呢开得更大，所以呢，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想到中国看看，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从中国寻找合作共赢的机会。于是呢，就出现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的现象。这一波访华的领导人呢，分别来自于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欧洲国家，代表性很广泛，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呢持乐观态度，也说明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可。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到中国访问的4个国家都是美国下了大功夫，希望与中国保持距离，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国家。他们呢积极访华，与中国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关系，说明美国挑拨离间的策略失败，不愿意呢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也不支持与中国脱钩。那么反过来看呢，他们正走出冷战思维，更愿意建立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体系，更希望走向一个多极世界，努力实现平等互助的多元化。他们的到访呢，不仅是对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认可，也希望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通过经贸联系
把世界导入和平、稳定、发展的境界，走出这争斗、动荡、互害的破坏性丛林。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您怎么看？上合组织对国际秩序建构有何价值呢？在俄乌军事冲突仍在进行的时候，中国总理主持召开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会议，对该区域的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样这也是中国外交的主动出击。当俄乌冲突成为国际焦点以后，各方对中亚国家的争夺都很激烈。欧美一些国家希望这个中亚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力，成为欧洲的能源供给地。中俄则希望维护区域稳定，以上合组织为基本的构架，协同解决区域发展和稳定，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那么在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等方面对世界做出贡献，推动形成新的多极化世界秩序。今年9月份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的讲话。参会的成员国领导人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为建立公平、正义、人道的国际秩序指明了新的方向，把全力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目标。可以说上合组织是超越冷战思维以后形成的新型国际组织，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与 G7、北约等组织的排他、自私、维护团伙利益的狭隘相比，已经上了新的台阶，有助于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预计韩美将共有240余架军机参演。朝鲜对空演回应称，或将考虑采取下一步加强版措施。美国海军陆战队的4架 F-35B 隐形战机1号从驻日美军延国基地飞抵全罗北道群山的驻韩美军基地参演。驻韩美军第7航空队表示 ，F-35B 将与驻韩美军第8战斗飞行团和韩国空军第38战斗飞行战队战机在韩国领空开展例行战机联合军演。此次参加警戒风暴的战机中，韩军战机有140多架，包括 F-35A、F-15K、KF-16战机。以及 KC-330空中加油机，美军战机有 F-35B、EA-18电子战机、U-2高空侦察机、KC-135空中加油机等100多架。澳大利亚空军也派出1架 KC-30A 空中加油机参演。韩联社称，此次联演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第4代和第5代战力之间的兼容性。韩美空军将在演习期间不间断执行攻击编队飞行、防空、空中遮断等作战任务，长达约96个小时，由此熟练掌握战时作战流程，提升持续作战的能力。美韩曾于2015年首次实施名为“警戒王牌”的联合空中演习，2018年将该演习改名为“备战综合训练”，今年再次改名为“警戒风暴”，并扩大演习规模。据介绍，演习期间韩美战斗力出击次数将达1600多次，美国空军甚至称此次演习的飞行次数将创历史之最。演习就是必然对这个地区、对这个威胁的这个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它的这些机型数量这么多，你产生的这种打击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间段举行这么大规模的演习，很显然是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0月31号发表谈话称，朝方已经做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准备，美国要清醒地认识到，一旦企图对朝动武，美方也要付出对等的代价。朝鲜呢一直反对美国和韩国在朝鲜的周边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而这次呢，美国和韩国不但进行这样的演习，而且规模很大，并且把澳大利亚也给拉进来，并且动用它
驻扎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所以对于朝鲜来说，它的影响或者威胁是很大的。朝鲜舆论也批评尹锡悦政府的对朝敌视政策。朝鲜社会科学院教授李振成日前在朝鲜对韩宣传媒体统一的回声上的评论称，最近朝鲜半岛局势严重恶化，正是由美国的敌视朝鲜政策和韩国当局的反朝对决策动。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我们民族之间则刊登评论，强烈批判尹锡悦10月25号在韩国国会的施政演说，称尹锡悦为挽救自己跌到谷底的支持率，挑衅朝鲜制造安全危机，是无耻到极点的行为。朝鲜必然要对这样的军事行动产生相应的反制。那么这种反制呢，有2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主动的，就是你搞军事演习，我也搞军事演习。对于朝方指责，韩国统一部官员1号表示，当前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由朝鲜盲目研制核导。近期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10月18号，朝韩两军均在38线附近重启炮兵实弹演习。和过去一样，朝韩双方在进行完演习以后，均指责对方挑衅。10月24号，朝韩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船只越界并警告射击。事件发生的地点为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白领岛西北方向约27公里处，韩方认定此处为海上北方界线。本方一侧，朝韩双方对于半岛西部海域划界存在争议，海上北方界线由韩方认定，朝鲜方面多次否认这条界线有效性，两国曾多次在附近水域发生冲突。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美韩启动5年来最大空中演习，朝鲜警告不要玩火。那您对未来半岛局势有何看法？特别是美国可以从中攫取什么好处呢？韩国换了领导人后，半岛局势就持续趋紧。美韩不仅恢复了中断5年的关键决心地面演习，验证新版5029对朝作战计划，还加紧推进搁置近5年的萨德基地正常化，重启中断4年多的延伸威慑战略磋商。如今呢，美韩又搞起战略级的空军演习，而朝鲜也是传统的超强硬对强硬，9月以来连续实施导弹射击，特别是10月份传出了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形成战斗力的消息。从现实看，半岛局势紧绷，收益最大的还是美国，具体的收获将包括凝聚盟友关系，弥合美韩甚至日韩分歧，同时加大战略对手中国的周边安全困局。特别是核共享，美韩推进的可能性较大，只是共享的方式值得推敲。从美方说，最直截了当的美国核武器，比如 B6112航弹，进入韩国难度是较大的，因为这需要美众院军委会通过，还要众参两院一致同意才行。况且，韩国总统尹锡悦所面对的是由共同民主党等进步势力所把持的3/5席位的国会，朝小野大的局面至少到24年才能改观。府会之争将不可避免地对美韩核共享形成制约。未来我们可能看到的局面将是美国加大 F-35战机、轰炸机、核潜艇等等核运载平台进出韩国频率更高，韩国修订常规武器引进政策，获得美国更大的武器资助。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美国渗透到韩国型3轴体系，保有对半岛乃至东北亚事务的主导权。这里所说的3轴体系是韩国设计的所谓打击朝鲜核基地的杀伤链，拦截朝鲜已射导弹的反导武器和打击朝鲜中枢的大规模报复作战等3大系统的总称。在运用上呢，3轴体系如果掌握了朝鲜开火的迹象，就会先启动杀伤链，先发制人。如有导弹飞来，则用韩国的反导武器拦截。如获得朝鲜大规模核攻击的征候，韩国将启动报复作战，对朝鲜指挥部斩首。按照规划，3轴体系到27年才能最终成型，而且刻意与美国主导的美韩司令部区隔开。可一旦核共享真的落实，韩国花费巨资打造的3轴体系不仅仍听美国使唤，而且美国还能利用情报、武器和指挥方面的优势，强迫韩国卷入半岛以外的地区冲突，平白得到一支边外美军。
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通报，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和能源系统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同一天则表示，乌军在东部战线击退俄方多处进攻。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对乌的攻击是对乌方此前用无人机袭击黑海舰队的回应。他又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获准参加了北溪管道爆炸现场调查。普京还强调，俄罗斯并没有推出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而是暂停落实这项协议。对于俄乌谈判的问题，普京表示，我们在等待，可能一些必要条件会发展成熟，而我们的意愿是众所周知的，不会有任何改变，且无需质疑。在谈到是否可能与乌克兰达成协议的问题时，俄总统指出，基辅没有坐下来谈判的意愿。此前，普京10月27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体会议上也表示，莫斯科仍然愿意与基辅谈判，是乌方决定不继续推进谈判。普京称，华盛顿应向基辅发出信号，让他改变立场，和平解决问题。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获准参加了北溪管道爆炸现场调查。俄方专家在爆炸现场发现2个深度分别为3米和5米的弹坑。而针对俄罗斯国防部10月27号发表声明，指责乌克兰利用公开粮食走廊对俄采取军事行动，同时宣布暂停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普京31号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退出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而是暂停落实这项协议。普京还指出，俄罗斯为了最贫穷国家的利益同意了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但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却几乎没有收到任何粮食。Это колеблется цифра, потому что больше вывозят туда-сюда. Только 3-4, ну, может быть, 5% шло в польз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беднейших стран по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ООН. Но, послушайте, разве для этого мы все делаем?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也强调，俄方已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联合国安理会表明自身立场，并希望联合国方面提供协助，帮助俄方从乌方获得不利用该粮食走廊和出口农产品的乌克兰港口对俄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1号在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电话时强调，乌克兰必须确保其不会利用人道主义走廊和出口农产品的乌克兰港口来实施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再次指责俄方破坏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并表示乌方将继续履行协议。当天，联合国安理会审议黑海粮食外运倡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称，古特雷斯对当前黑海粮食外运倡议的运行状况深表担忧。联合国紧急救济协调员格里菲斯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雷斯潘也在当日的会议上表示，黑海粮食外运倡议是否能够继续生效尚未明确。谷物价格再次飙升，仅在10月31号一天内，小麦期货就上涨了逾6%。对于中方是否支持乌克兰扩大粮食出口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号回应称，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所有相关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共同推动局势缓和。关于你提到的有关的粮食问题，中国提出了国际粮食安全合作倡议，我们愿同各方就此加强沟通合作，促进形成更多的国际共识，为确保世界粮食安全做出积极的贡献。10月31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双方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王毅强调，各方应保持克制、冷静决断，加大外交努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关闭谈判的大门；只要有1%的可能，就要为和平付出100%的努力。